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魏最后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情况，还有他的一个刷野抓人思路。魏这个英雄啊，时隔变迁，开始做迅捷不乏这个符文带这个符文了，难以想象。他那个什么那个装备的话，3项，然后搭配死亡之舞，然后做一件冰刃的一个大穿甲嘛，所以很正常。然后后面搭配2个肉装，这2个肉装的话看情况咯。如果说大穿甲对面肉盾那个护盾比较肉的话，就是护盾比较多，那你就最好先做纳什之牙。这里选择2级变奏来反野，打野那个双人路靠过来了，优先找到这个龙女。龙女的话，在没有叠到第1层被动前是真的很弱的哈。这里的话强行换掉对方，但这里的话，对面中单辛德莱有双 buff 呀，那自家中单其实很难受的，双人路也有点被坑了。这里反应很快啊！现在才2级的打野，这波就是刚刚那波强行换的。这样的话，对方打野其实很难受的，但队友有点很难受就是了，队友没那么舒服，就只能抗压。但这边2级也完全打不了啊！潘森过来直接支援，把这个蓝给吃了。其实没必要打不了的，必须得往后撤。瑞文吃了一成吨的伤害，还好辛德拉前期有蓝红 buff， 但已经好像没了。但其实就是他前期伤害太低了，他必须得那个被动叠满。就技能伤害叠满以后，那个进化以后才有那个伤害才能体现出来。像这波大招的话，下一波大招的话可以来尝试抓这个中单或者双人路，这边往上面刷嘛。这里控到了一个 Q， 大招想省啊，没打算省。还是稳稳的把那个人头给拿下。瑞文的话肆无忌惮的进对方野区，你赛恩喜欢断兵线玩是吧？那我直接就去到2塔断兵线去了。龙女的话去抓射手，潘森敢支援到这里的话，找到对方中单。对方中单的话，打算是先换人头，这种他选择了一个最优的一个选择。但瑞文的话，这边灵活的已经赶到这边了，对面的节奏已经全崩了。这就是古服啊，第1瑞文是吧？这实力啊，我天，哈哈。0-4的龙女几乎没有后期，还想过来反。这里他必须得开大的话，这边跟大招锁就行了。潘森前期优势很大的，伤害爆发也很高，然后这边直接过来反对方野区。其实像这时候龙女就只能乖乖的
刷自家野区的，他已经没有任何去入侵野区的那个资本了，除非对方打野去抓你队友没抓成功，然后你有那个间隙去刷。但瑞文是不行的，上完路的话，哈哈，上半野区的话是吧？像龙女这波的话，只能去抓商人路。这一整局来说，他中路抓不了。潘森跟闪现跳1套秒，啊，他有盾，闪现盖跟。这里的话有龙女过来了啊，死掉了。还好是辅助拿人头了，那问题不大。这追文也很会玩，因为这打的这种高端局，大家都是会玩的，节奏起得很快。我就问你，啊，节奏这么快，你能跟得上吗？啊，你能吗？你能搭配的那么好吗？你有那么好的操作吗？你有那么细的处理方式吗？我说实话，拿这么多高端局，你还不一定学得会呢。你只能慢慢积累嘛。一下子一个视频你学得会吗？能学到点，但绝对不多。我就这么跟你说。看完以后肯定能学到一些东西的，但你看都没看完，然后你说啊这个人不行，啊这个东西不行，你首先得看到人家的优点，再去判断人家缺点在哪里。这边双资源拿到，龙女的话叠被动更慢，龙女这把是真废了，我说实话。然后中单的话也起不来，这样子一直死的话，其实他的节奏特别慢。这里 Q 过来，爆发很高的压装备，装备上优势太大了。而且魏的话是有破甲的，所以他打出破甲以后伤害特别高。我都怀疑对面打野是不是会不会后面直接加个好友来过来骂人。就有时候我跟你说，跟大家说，就是你不要嫌弃说啊这局怎么样，这局又怎么样，就算是绝活哥犯错了怎么样，那你是不是能在他们中学到错误？但有一些是什么？你认为是错误，但它就是正确的。但你觉得它是错误，然后你说这是错的，然后你要按照你自己的思路去，那我没话说。那你好自为之吧。哪天你觉得是吧？啊，你的方式能上巅峰网传说局，是吧？5000分，兄弟，你真牛逼。我老子佩服好吗？首先你得做到。但是呢，有一些东西呢，不是所有就是这些东西呢，就像英雄联盟这种东西，它更新很快的。当对面遇到一局就高手，假如你真有一天打上5000分的传说局，你只要那一局用了这个套路，你觉得对面不会学吗？你觉得这东西能一招鲜吗？不可能吧？就算是可能是吧？过个反正过个半个月，你这个套路绝对会被学去。就是巅峰赛现在主要首先有个点，这个英雄联盟手游现在本来就是少人，你高手遇到高手，那你大概就是会去学哦，这个东西原来有这么个套路，他们是会去。你别看绝活哥晚上直播怎么样。但他们私底下，他们认为那局打的怪怪的时候，他们是会去看回放的。你们会吗？不一定啊。所以我这边是吧，能录出来，然后让你们去看回放。你们甚至可以拖回去看他的连招，就是放慢倍数去看他们连招，这是好事情，你知道吧？
等你啊，你去加个绝活哥的好友，让你去添加他，我靠，然后去那个什么，让他说把他的素材发给你，哇，我觉得厕所里的粑粑会更香一些，我觉得。哎，这里面打团的话打出问题了啊！说实话，我要是老说这些东西的话，就老会影响大家看那个什么。我今天心情不好，多说几句啊，望大家见谅一下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归游戏里面来吧。反正我不开心，我就会直接说出来。我这人性子比较有小心思，但不多，都写在脸上。反正这局龙女是很难起来了，因为她叠被动叠太慢，15分钟都估计才刚叠满，那时候发力对这边已经起飞了。这里 Q 闪命中。像这种情况下，千万不要吝啬这些闪现，让对方掉点。因为什么？要龙团了，龙团掉点，那是千金难买。我跟你说。那我问你，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5个人都在一起呀？啊？他们是不是要围绕着这个大龙做事情啊？啊？瑞文去带线吗？这个线是不是又已经推过来啦？这种有优势甚至劣势都不应该去带，因为要龙团，除非你有传送，或者像圣这种，或者加里奥在中路单带是吧？或者说在边线啊，随时能支援回来。这里的话锁到对面的中单，打一套输出，但吃的伤害太多了，因为少人的3打5，这波有点坑了。但对面中路说实话其实玩得很好的，那刚刚的操作已经是，还有这个辅助一直给盾，这里面如果他做了破盾的话，其实有机会秒掉对方中单的，但可惜就是做了这个兵刃。因为做了破盾的中单没有过来，那个盾一直给啊，主要是那个卡玛一直给盾给这个中单。潘森的话说第3件做出来啊，直接秒对面的中单。好了，这是一点资源都不想让给对方那个，为什么？因为龙女刷野的话也是能增加自己的那个被动的，就是野怪越高级的话，被动叠的会越多一些。小龙的话，额外会叠的更多，所以一条小龙不给对方，这是100%的。好咯，这里逮到对面中单，直接秒，不要理其他人。秒掉这个中单其实就很好了，然后再过来秒掉这个射手，但跑不掉了。潘森在中路应该能拆高地吧？应该拆得掉，哦，拆不掉，应该是失血或者强行拆。强行拆的话会被留下来。哦，交了闪现。那2条高地，你看这局，而且这个赛季有个点啊，特别容易被翻盘。为什么呢？这种情况下，为什么对面现在目前来说打团打过了，但是还不能翻盘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拿不到中立资源，所以不能完全翻盘，懂了吧？
它不像一些现在以前的游戏，它现在不像以前的英雄联盟，说啊把对面5个人杀掉啦，我们就可以推塔啦，我们就可以胜利啦，啊我们是冠军，是吧？不可能的，现在就是要围绕着资源团，然后去做决胜团，懂了吧？像这波的话是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左边已经大优势了，我操，这个打了半天的赛恩还没死。其实一个不用去管这个赛恩都可以，因为他守不了线。这种就是已经破了高地，所以才有这种优势。如果说你说是对方，你说杀完5个人你能推掉对面水晶，屁嘞，想屁吃。好，后面还有一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看哦。